如果有一天你离开地球，去遥远的宇宙深处参加一场关乎人类存亡的战斗，你感受着飞船引擎的低鸣，看着窗外星辰化作流光，对你来说，那只是一场为期数月的远征。当硝烟散尽，任务终于结束，你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操纵着伤痕累累的飞船，终于准备返回那个日思夜想的家园。舷窗外，那个蔚蓝色的美丽星球缓缓靠近，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。可就在那一刻，当你试图联系地面指挥部时，你却发现了一件让你脊背发凉、无法呼吸的事情。地球已经过去了12000年。你所认识的所有人，你那总是唠叨的父母，并肩作战的朋友，甚至是你临走前暗恋的对象，早就已经消失在厚重的历史尘埃之中。你熟悉的城市已经化为荒原，人类的文明可能已经更替了数个轮回。曾经的语言、艺术、法律，在这12000年的尺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整个世界都变了，只有你还停留在出发时的那一刻。你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幽灵，一个活着的古董。这听起来像是一部宏大而绝望的硬核科幻小说，对吧？但实际上，这是1988年一部日本动画的结局。这部作品只有短短6集，总长不到3小时，却在随后的30多年里被无数动画迷奉为神作，其地位甚至不亚于后来的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。它的名字叫《Topo no Lie》，中文译名通常叫做《飞跃巅峰》。当然，老二次元们更习惯称呼它 Gunbuster。 要聊飞跃巅峰，我们必须先聊聊那个疯狂的年代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。那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时代，口袋里装满钞票的人们对娱乐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求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一种名为 OVA 的动画形式应运而生。在那个年代， OVA 意味着高级感和不妥协。普通的电视动画要受制于电视台的档期、赞助商的脸色，还要照顾全家老小的胃口，画面往往崩坏，题材也畏首畏尾。但 OVA 不同，它是直接录制在录像带或雷射影碟里卖给核心粉丝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创作者拥有了近乎无限的自由，他们可以烧最贵的预算，请最顶尖的画师，讲最烧脑、最成人、最天马行空的故事。那是一个属于御宅族的黄金时代，无数至今看来都震撼无比的实验性作品都在此时诞生。而《飞跃巅峰》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傲之作，它不仅代表了当时动画制作的最高水准，更记录了一群年轻人是如何把热血、美少女、科学幻想这几种看似不搭调的元素完美的揉捏在一起，最终炼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。聊到这部作品，就不得不提它的灵魂人物。当时有一家叫 Gainax 的公司，它现在的名号响彻业界，但在1988年，它更像是一个由自身死宅组成的草台班子。这群人有多宅？他们曾为了做动画开幕式，把自己关在公寓里，没日没夜的画画，甚至为了还原飞船爆炸的细节，去研究真正的物理参数。而《飞跃巅峰》的导演，正是后来在动画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巨人安野秀明。当时的安野还是个20多岁、留着长发、满腔热血的年轻人。在此之前，他最出名的履历是在宫崎骏的《风之谷》里负责绘制那段毁天灭地的巨神兵崩坏画面。那段充满压迫感，连肌肉纹理都在颤抖的特效，让宫崎骏都赞不绝口。在制作《飞跃巅峰》时，安野秀明展现了他极其矛盾的特质。一方面，他是个无药可救的科幻迷和特摄迷，他对巨型机器人的结构、宇宙航行的物理逻辑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极其擅长挖掘人类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绝望。这种硬核技术与细腻情感的碰撞，让《飞跃巅峰》从第一集看起来像是在致敬经典的励志运动片，到了最后却变成了一部探讨宇宙终极浪漫与孤独的史诗。故事的开篇其实带有一点欺骗性。故事背景设定在21世纪，人类已经进入了宇宙时代，但这个时代并不平静，
一种被称为宇宙怪兽的生物出现了。这些怪兽不是普通的生物，它们体型巨大，有的甚至比行星还要大。它们没有文明，没有语言，唯一的目标就是消灭宇宙中所有的生命，就像人类体内的白细胞清除异物一样。面对灭顶之灾，人类开始建造巨大的宇宙舰队，并研发出专门用于战斗的巨大机器人、机械兵器。我们的女主角高屋法子就在这时登场了。法子的父亲是著名的宇宙提督，但在一次任务中随船失踪。为了追随父亲的脚步，法子进入了冲绳宇宙女子高等学校。你没听错，这里的画风一开始非常奇特，年轻的女孩子们穿着体操服，驾驶着机器人，竟然在草地上练俯卧撑、练体操，甚至还要练习跑步。是的，这其实是在致敬70年代的经典运动动画《网球甜心》。最初的法子并不是什么天才，他爱哭、胆小，甚至在同龄人的排挤和嘲笑中显得有些懦弱。他甚至连基础的机器人操作都做不好，只能在深夜偷偷地躲在机舱里抹眼泪。如果没有后来被称为教练的男人出现，法子可能只是宇宙拓荒史上的一个无名过客。动画的前半段主要讲述的是法子的成长，这里有一个关键词，也是 Gainax 作品的核心：努力与根性。法子在教练的严苛训练下，开始明白，在宇宙中生存需要的不是天赋，而是那种即使被逼到绝境也要挥拳向前的觉悟。这里我们要提到另一个重要角色，天野和美。她是法子崇拜的学姐，优雅、冷静、强大。法子与和美的关系既是战友，也带有某种超越友谊的依赖感。在最初的训练场上，法子是拖后腿的那一个。当别人已经完成复杂的翻滚动作时，他还在为了维持平衡而满头大汗。但暗夜秀明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，法子的潜力不在于他的操作技术有多精湛，而在于他内心深处那种在绝望时爆发出来的生命力。直到战争的号角真正吹响，当法子第一次离开大气层，看到那深邃的让人恐惧的黑暗时，那种美少女练体能的轻松感瞬间荡然无存。宇宙不是游乐场，它是寂静的牧场，在那里没有空气传导声音，爆炸是无声的，死亡也是瞬间的。当法子亲眼看到同伴在瞬间化作星辰，他才意识到他要面对的敌人是完全无法沟通，数量以亿为单位的噩梦。如果说《飞跃巅峰》只是一部单纯的热血机甲片，它可能不会拥有今天的地位。让它真正升华的是它对广义相对论的残酷运用。在宇宙航行中，当飞船进行超光速跳跃或者以接近光速移动时，会产生时间膨胀效应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概念，它是悬在主角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当法子驾驶着史上最强机器人冈巴斯塔在前线拼杀时，对他来说可能只过去了几个小时，但在地球上可能已经过去了几个月。这种时间的落差随着战争的深入变得越来越可怕。有一幕非常令人心碎，那是法子在结束了宇宙遭遇战后返回地球。对法子来说，那仅仅是几个月的征程，她依然是那个少女，容颜未变，心智也还停留在出发前的那个夏天。然而当她终于见到了曾经最好的闺蜜君子时，时间却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。在地球上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，曾经形影不离的少女，现在已经是27岁的成熟女性，甚至已经结婚生子。君子带着她3岁的女儿，而那个孩子的脸庞隐约有着当年君子的影子。法子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眼前的闺蜜，她们曾经约定要一起考入宇宙军，一起追求梦想。但现在君子的人生已经走过了结婚、生育、
建立家庭的漫长路程，而法子却依然被困在那个16岁的清晨。这种时间的落差让这场宇宙战争变得格外残酷，因为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着他们正在亲手切断与故土与爱人的纽带。你拯救了地球，但你所热爱的那个时代正一点一滴地在你指缝间溜走。当你再次归来，你保护的世界已经不再属于你。剧情到了最后2集，画风突变。为了彻底消灭宇宙怪兽，人类决定动用最后的手段——黑洞炸弹。这是一场自杀式的任务，目标是引爆木星，制造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将数以亿计的怪兽全部吸入其中。第6集的画面从彩色变成了黑白，这种艺术处理让整个结局显得异常庄重和史诗。法子与和美驾驶着冈巴斯塔，冲向了敌阵的最深处。在那里，他们面对的是如蝗虫般的敌人。冈巴斯塔用那种近乎原始的、充满张力的动作，展示了人类最后的意志。当炸弹最终引爆，黑洞吞噬了一切。法子他们虽然成功了，但由于黑洞产生的巨大引力透镜效应，时间在这一刻彻底失控。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，操纵着已经失去动力、只剩下半个躯体的冈巴斯塔爬回太阳系时，法子的仪表盘上显示着一个让人绝望的数字：公元14292年。距离他们出发的那一天，已经过去了12000年。在这个跨度下，人类是否还存在？地球是否已经荒芜？他们甚至不敢去想象。在那漫长的归途中，法子与和美在冰冷的驾驶室里，或许已经做好了面对一颗死寂星球的准备。然而，就在他们靠近地球的一瞬间，原本漆黑的地球表面突然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。那不是自然光，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动用了全球的电力，在大地上拼出的字迹。虽然因为年代久远，字体中有一个日语假名写错了，但那意思清晰可见：欢迎回来。12000年的守候，12000年的感激。虽然物是人非，但人类从未忘记过他们。在那一刻，动画从黑白瞬间转为全彩。这不仅是法子的归宿，也是日本动画史上最伟大的情感爆发点之一。飞跃巅峰只有6集，它从一个带点恶搞色彩的运动少女故事开始，中途转入硬核的宇宙战争，最后以一个跨越万年的浪漫结局收尾。它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浪漫。浪漫不是长相厮守，而是即便隔着12000年的光阴，我依然会为你点亮回家的灯火。这部作品奠定了 Gainax 后来很多作品的基础，包括那种对科学设定的痴迷，对大尺度场面的把控，以及那种治愈中带着希望的情感底色。如果你厌倦了现在那些快节奏、套路化的动画，不妨回过头去看看这部1988年的老作品，你会发现真正的经典是不会被时间磨灭的。就像那12000年后的灯光，无论过去多久，依然温暖人心。感谢收看本期解说，我是补完计划档案馆的馆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